袁世凯，臣在。数万京官全都撂挑子了，好像就冲着你一个。你说说，这是为什么呀？拟定新官制，臣过于猖狂，请太后治臣之罪。他们的折子上好像说的不是你的态度问题。你倒是瞧瞧，说给我听。书和袁世凯指鹿为马，请杀之以成立宪者。是何意啊？这意思是，臣就像秦朝的赵高，在朝堂上指鹿为马，恫吓朝臣，如此权奸，只有杀了，我大清的立宪才能顺利进行。还有呢？书和袁世凯心如蟒，行如操，请诛之，以成新官制者。这又是何意啊？这意思是，臣的用心就像篡汉的王莽，臣的行为就像汉贼曹操。如此狼子野心、篡政夺权之人，只有杀了，新官制才能完成。还有呢？这一折奏臣说勾结权臣，这一折说臣大逆不道，这一折奏臣说朋比为奸，这一折说臣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总之，都是死罪。这些罪状你有几条啊？太后说几条就有几条。跟我怄气啊？臣不敢。要是你坐在我的位置上，你说该怎么办呢？太后容禀，臣以为，这些参折都是关在屋子里憋出来的小人之见。我大清新官制意义深远，若是以这些小人之见为准，皇太后的立宪宏图何日实现？臣恳请太后，对这些个谋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请杀一两个领头的，这些个小人的气势就不会这么嚣张了。开头嘛，我倒是跟你想的一样，可细一琢磨，杀一儆百这招用的太多了，恐怕就不管用了。干脆都杀了。可是数万京官、数百万外官，也杀不过来呀。要是不杀他们，只杀你一个，就平息了众怒，官制也改了，立宪也成了，那倒也简单。可我又舍不得杀你，两相权衡。这样吧，你把你的北洋6镇开进北京，先把京官都杀了，再杀向各省，你看如何呀？
微臣无状，请太后恕罪。秋操快开始了吧？是。在哪儿进行啊？回太后在丰台大营。这是大事，你是阅兵大臣，要早点准备。是。厘定新官制的事儿呢，你就不用管了。小李子，奴才在。送袁世凯出去。这。谢太后。老东西。后门儿。袁大人，你要走好啊。李公公，你听我说。我说你们都回去吧，太后今儿不在园子里了。这鸟关在笼子里头，还会让它飞喽？看来要烧开这锅水，咱们还得加把火。北洋第一镇统领冯国璋，北洋第二镇统领段祺瑞，北洋第三镇统领王世贞，北洋第四镇统领曹锟，北洋第五镇统领孟恩远，北洋第六镇统领张勋。北洋六镇齐心合力，请大帅阅兵。哪儿的人呢？直隶河间。在哪儿做官呢？直隶河间。大清官制，异地为官，你怎么在一个地方啊？袁大人说，家乡人给家乡人办事儿顺溜，倒也不必拘泥。那对立宪怎么看呢？立宪好，立宪妙，立宪就比不立好。这话怎么听着耳熟啊？宣传立宪，小臣责无旁贷。那对新官制呢？你们那儿的官员都支持吗？支持，厘定新官制，袁大人进京，我们都光彩。我不交钥匙。我不交钥匙。外边那些京官看见了吧？他们可是都要杀你的袁大人。我不交钥匙。我不交钥匙。听说袁大人要除他们的官，
他们都急了。那立宪要是也除了你的官儿，你还说立宪好吗？立宪好啊，就是好啊。立宪就像娶媳妇儿似的，美得很。出关就像上吊，死求了。刚娶了媳妇儿就让我上吊，这我娶媳妇儿上吊。我不交钥匙，我不交钥匙。魏廷，数万军官要跟你死磕啊！太后上了銮列，他们就跟到銮列。我看他们立宪是假，杀元也是假，只不过是打着立宪的旗号反立宪，打着杀元的旗号还是为了反立宪。一旦事情闹大了，他们可就假戏真做了。魏廷，这个你不得不防啊！大帅一意保大清江山，太后还能不辨乡臭了？太后是个明白人啊，不过，哎，魏廷啊，就在这丰台大营发生过一个故事。哎，你们可都听说过？说就是，用不着卖关子。说的是年大将军的故事。雍正爷即位以后，召年羹尧自青海班师回朝。雍正亲自交营，目睹了军容如火，极其壮观，心里头便生了警惕。记得那会儿正值盛夏，雍正为示体恤，下令将士卸甲休息。可年羹尧的部下对着煌煌圣谕置若罔闻。年羹尧见此，从怀里掏出一面小旗，晃动几下，顿时欢声如雷，是卸甲如山呐。哎，这是吧？这不是吧？后来雍正杀年羹尧，起因正在此时。军人，你的意思是说，太后疑心大帅谋反？多事之秋，军权在握，总是朝廷大计。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反就反，能怎么着？这把枪的来历，你们大家都知道。马关以后，李中堂曾用它赌命。咱不赌那个，咱今天就赌个响儿。大帅，6-1，我赌不响。你们呐，跟我耍小孩子脾气，这何苦来呢？我听说不少的京官儿，风刮着了，雨淋着了，太阳晒着了，病了，我心疼啊。本意呢，预备立宪定了。新官制来个长痛不如短痛，哼！看来啊，全都舒服惯了，一点都痛不得。
杀元立宪，亏你们想得出啊！新官制的旗子谁举着？我一个，袁世凯一个。立宪的旗子谁举着？还是我一个，袁世凯一个。怎么不写上杀我呀？又一回用心良苦啊！你们的身后有高人呐！可是这个高人呐，为的也是咱大清，倒叫我一匡。奴才在。这些日子你也累了，就歇歇吧。是。瞿弘基，臣在。新官制的总司核定，你就接过来吧。遵旨。袁世凯，臣在。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我也难。千难万难，太后一言兴邦。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明朝的事情。明朝灭亡，自是我太祖皇上的雄才伟略。可是啊，一个国家要烂，总是先烂在瓤子里。明末大乱，千乱万乱，有一条，连写明史的人都没有注意。明末的崇祯皇上不是不行新政，为了挽救大明江山，他也做了不少的事儿。其中的一件，就是裁撤各省驿站。那驿站呢，
是朝廷与各省传递消息，也是官员们歇脚的地方。可是它腐朽了，变成了敲诈勒索、朝野勾结的肮脏地界儿。崇祯皇上就下决心撤了它。数千驿站的官员免了官，数万驿站的驿夫没了饭碗。袁世凯，你知道吗？那丢了饭碗的驿夫里面，有一个后来把明朝灭亡了。是李自成。那我的意思，你懂了吧？臣懂，但臣不相信，我大清官员中会有李自成。太后的意思，我大清新官制不能彻底实施，无非是利益所在，举国官员不从。既是如此，臣的北洋和直隶愿做出表率。臣的北洋，权最重的，就是这北洋6镇的军队。新官制厘定成功，军队将统归内阁陆军部。臣今日既交出北洋6镇的军队，以责成新体制，以维护我大清立宪之纲。大清立宪，效忠太后！大清立宪，效忠太后！臣总督直隶，能为江臣之首，实因北洋统领全国实业，利益之大，举国官员无过于臣。臣愿交出邮政、铁路、矿务、农工商等所有8个实业的官差，从此衔归新官制各部。这些个部门的实业官员与微臣遵从义训，从事北洋新政已有7年，实业专攻，业务娴熟，归于新官制各部后，或能对我大清立宪。或能对我大清立宪之机略有巩固。太后，微臣此举并非惺惺作态。此次厘定新官制，臣自知猖狂，私心亦存，百官忌惮，罪不容赦。然臣罪可诛，宪政不可停。太后，臣一官一职一身一命，何足惜哉？为官制不革，宪政不举，我大清的江山就危险了。挖去心头肉，了却眼前疮。袁世凯，起初我的想法何尝和你不一样？可你都看见了，举国的官员不从啊，杀几个吓唬吓唬，给你个阳奉阴违，就像他们举的旗子，杀元立宪，岂不更乱更糟？我要是把他们都杀了，官制倒是改了，立宪也兴了，可我大清的瓤子也尽了，不是给他人做了嫁衣裳了吗？
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不过，咱大清的立宪不是不搞了，只是不要这么闹腾了。咱大清的新官制也不是不搞了，只是不再搞这种一锤子买卖了。有些个事情啊，咱们这一代是办不成的，可下一代会接着做。我呢，也是为你好。我要是一个劲儿的由着你，把满朝的文武官员都得罪了，我活着没人敢把你怎么着。我要是死了，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你明白吗？好吧，你的兵权我收了，你的监差我也收了。这2样东西是咱们大清预备立宪最大的成果，也算是给厘定新官制涂上一层大公无私的油彩吧。我呢，也不会再给你什么东西了。刚才，你不是已经废了跪拜之礼了吗？我本来琢磨着，只要立了宪，这也是早晚的事儿。照今儿个看来，这也难。不过，今儿个咱们君臣再来个新理儿，也是这一场大乱的一点念想吧。遥追史记，苏武牧羊，身处异邦，夜夜惊心。然苏武不忘故国，不改其志，真是可敬可叹呐。老师触景生情，随处都是进谏，可惜老师的廉洁奉公，竟不能感动满朝文武。不求闻达于人，但愿明哲保身吧。再说，我有你这样的学生，大感欣慰喽。哎，学生做的还很不够。不过，太后懿旨，老师您为新官制总司核定，看来已是胸有成竹了吧？我说玉鼎啊，我要怎么做，你真的不明白？新官制中，老师要的一定都是端正廉洁之人。那是自然。有些个人嘛，我是不想让他们进入新官制的。袁世凯军权官差全没了，自然已是被排除在外。还有呢？还有？难道要倒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王不除，大大小小的袁世凯，就总也死不了。就是暂时死了，
还会复活？大人，啊，肉熟了。哦，熟了，可以吃了。一定要找他们的确凿证据。庆王和他那个宝贝儿子，一个贪财，一个好色，总会有把柄。你私下多找几个御史去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啊！学生记住了。至死效忠袁大帅。俺就效忠袁大帅一个人。喝！新官制总司核定，军机处不可更张，军机大臣奕匡、徐弘基，吏部不可更张，吏部尚书陆传林，礼部不可更张，礼部尚书卜良，内务府不可更张，太监总管李莲英，巡警部更名民政部，民政部尚书徐世昌，户部不可更张，更名度支部，度支部尚书载泽，兵部不可更张，更名陆军部，陆军部尚书铁良，增设农工商部，农工商部尚书载振，户部尚书唐庆昌，这次新官制的议定，我皇太后运筹帷幄，目光远大，先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再深入进行。你们西方报纸说我大清这次新官制改革失败了，这是不对的。怎么能说是失败了呢？还是很有成效嘛。我大清的国情和你们西洋不一样，所谓欲速则不达。有些个事情，暂且隐而不发，将来才可收药如也之效。我直隶整理编发的这本太后的小册子，看看才知道我大清的立宪之处有多伟大。The first step in preparing the new Chinese constitution is going to be reforming the office of court. But other than, 6 citi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maybe in 8 provinces, we haven't seen anything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reform of the office of court. 这是不是事实？话不能这么说。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太后遗训，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All Western countries hope that you can be standard bearer of reform in China, but it looks to me the only standard bearing you'll be doing for the flu. You must have read the article that I wrote. 新官制改革是袁世凯总督的滑铁卢。滑铁卢，那是个什么炉子？ It's a place in Europe. The French Emperor Napoleon and the English Duke Wellington had a battle there, and Napoleon lost. And because he lost his entire empire. And I bring it up because I think it's appropriate to the situation. 他也是失败了，也是很悲壮，也很遗憾。
用不着遗憾。他是皇帝，我不是。 But other than 那如果袁大人是皇帝，结果会如何呢？ 臣监察御史蒋世兴，查得庆亲王奕匡将其私产200万两银子，存放于东郊民巷英商汇丰银行。该亲王自检受军机大臣以来，系大不捐，门庭如市，花钱如水，挥霍无度。如此巨额之财产，显系贪污纳贿所得。汇丰洋行私事，感我大清立宪之诚，甘冒去职之险，愿提供该亲王存款铁证，望朝廷派员彻查。我大清广仁厚泽，宽容亲贵，然反贪抗腐亦须从我做起，以昭表率。哈哈哈哈哈！来喝，来。他也敢弹劾本王？他算老几呀？啊，他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他是谁？那个蒋世兴啊，他真是不自量力。哎呀，你不能，你给我再喝了。本王50大寿，高兴。阿玛，坏事了！查案的大臣已经去汇丰银行了。老佛爷真要查我呀？还算是侥幸啊！今天是洋人的礼拜日，洋行不办公，没法查。老佛爷说了，明儿个接着查。真是个好计谋啊！万明，你说什么呢？御史弹劾咱阿玛，洋行礼拜日关张。在这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哎，就这么巧？不对，他们是想留出这一天的时间，让咱们上钩啊！钩什么钩？勾咱们的银子。那就给他点银子啊，把事情摆平了不就完了吗？他们要的不是一点银子，要的是咱的200万两银子。